这个拦拿扎的拦啊，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对方的兵器把它拨开。比如说我们对把它拨开，然后拨开之后啊，我可以去刺对方呀，怎么样？那么怎么能把它这个力发挥到最大呢？第一个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啊，我在拦你这个兵器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枪不离腰啊，就是不要离开这个腰，靠这个腰劲儿去把它拦。但是还有除了这一点，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前手的这个支点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比方说啊，我现在手是握在这个位置，你把这个前手往后挪，对，再往后挪一点，对。你这个位置，你去拨我这个枪，对，拨我这个枪，对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前手支点往前挪，挪在这个位置，对，你再去拨我这个枪，对，能感觉到什么不一样吗？能感觉到。啥不一样？在前面它比较好摸。对，在前边的话，你这个力呢用上的会更大一些，就是支点嘛。因为我拿在前边的话，我这个后手用的力会更大一点。如果我拿在后边，我就剩这么长的话，我去拿好啊，我去拨，我肯定不如前边啊，对吧？肯定不如前边拨的这么发力发的这么痛快。这个就是怎么能把它这个力发的更大一些啊？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枪不离腰呢？其实我们这个力如果要更大一些的话，你这个行程务必就要长一点。就比如说我刚才这一下啊，你这个行程可能就要长一点啊，这样能把这个力发挥到最大。放在腰这儿呢，更重要的是突出一个快，因为你看啊，我放在腰这儿，我拨完之后，看我可能马上直接我下一个就来了。但如果我想发挥更大的力的话，我放在这儿的话，把你拨走之后，我再去刺，这个行程可能就会长一点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要求不一样啊。如果说你想要追求这个力更大一点，把对方的兵器当一下，把它磕走，那么你可能我的这个支点就要靠前一点，对吧？对方兵器比较重啊，或者是对方持握的比较稳，那么我再去磕的过程之中啊，我可能就要这样，对吧？这样去磕。但如果对方这个兵器没有那么长，然后我的这个功力更深一点的话，我再去拦的话，我可能放在腰间，对吧？哎，直接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枪把它磕走，对，然后直接刺我，我就输了，对吧？真的还是挺厉害的。对呀，为什么说枪是这个百兵之王嘛，对吧？它既有这个棍棒的一些使用方法，又有这个对这个槊枪扫把呀，对吧？这个刺啊、抡啊、劈呀等等等等，多了这一个枪头，它用法会多很多。